严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唐昭，唐昭！神器地址，野兰山灵气汇聚，拥有疗愈万物的温泉水。原来温泉水下面便是神器地址。严丹，严丹，你的汉胆之息连接七情六欲，灵根仙识。你若把整心弯下，你就会被打回原形，再也修不出人身了。姐姐，你已经为他死过一次了，为何还要走这步啊？
兰贵君，是你。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六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六界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已装不下其他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不会放手。当我跳下了无桥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做好了九死一生的准备。若是有一线希望能够活着，那我便要忘记这段情，重新开始。都应战与苍生同悲，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山人的美。月悬天涯为惆怅客，大道一曲悲欢离合。爱与苍生有何取舍？可否只分善与恶？命运赐我沧海久一杯，如是的悲心忘流离变黑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同悲，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依归。千江有水千江醉，为轻狂为恩义奉陪。辨人生贵美，无我亦无畏。浊尘负慈悲，我梦中的那个人，一直就是你。应渊君，久违了。左右情人的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失去了整颗邯郸之心，灵根全失，一切仙法法术再无可收。
像沉香如屑啊。当年我用半颗邯郸之心记下对你的情，而如今又用另外一半了结了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，缘起缘灭，我们总算两情了。燕丹，我绝不会与你两情，我们也不可能会两情。燕丹，我带你走，我一定能找到救你的办法。没用的。把一整块沉香放进去，只需要一点点火焰，便可以燃烧起来，在烧成细屑前都不会停下。可等到沉香如屑，用多大的火热子再烧都没有用了。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就如同这沉香，已经烧成了细屑，再没有任何的火光，再没有任何的可能了。应元，我不爱你了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从此这世间执迷于遗忘，再无凡人唐周，只有清丽帝君应元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子落晚香。寂寞的堂堂主思你走吧，遗忘岁月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此念风章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偏偏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燕丹，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燕丹，梦中有两人与共。燕丹，帝君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绝不能看着他身消命陨，我要将整颗心还给他。不可，这样你会没命的。我不在乎。他2次为你承受剜心之痛，皆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样做，对得起他的心意吗？我与燕丹同为四爷邯郸，灵根相连，我有办法救他。帝君，你莫要冲动，
留着仙体，方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没事吧？谢谢神。快走！小心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快走！快起来！快走！快走！芷溪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诗心远散，药石无疑。只有再给他半颗心，他才能起死回生。你若剜心的话，会失去半数仙力，修行尽毁。你当真愿意？他跳桥之后，所有修习都是为了他。以我之力无法救他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以仙力相护，护你二人周全。颜淡，你为我收集过那么多仙尘，这一次就让姐姐为你下一场星星。知悉会永远保护颜淡，再不食言。颜淡，你那个心中只有仙途的姐姐，已经变了。7日未到，你为何提前回来了？我见应渊受伤过重，担心他在期限之前死了，伤及你身，便施法探灵。却没想到，在他的额间竟生有修罗图腾。此事我早已知晓。
你竟命我诛杀同族！哼，同族？你以为他与你同生修罗图腾便是同族？他早已被天地驯化，成为了仙神一党。但凡看到修罗族人，必定会狠绝除之。别忘了，当年的创世之战，应渊可是累累战功，此人只会影响我们计划，断不能留。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行事吧。嗯。恭迎清理应渊帝君归位。你回来了，帝孙。东极清离帝君应渊罹难而归，幸未殒命，吾心甚慰。此乃三界福旨，广降星辰，敲天钟，散朝3日，众仙同庆。帝尊洪恩，帝君洪福。先前，吾得知你陨身凡界，一度痛楚悔恨。如今见你平安归来，吾总算是安心了。只是帝君，吾记得当日在九重天明明出现了白日流星之景，却为帝君陨逝才会显出的奇象。现如今，你毫发无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陆明为救下我，私用法器，篡改纪事，此乃天界重罪，若是被人知晓，恐遭责罚。回禀帝孙，白日流星是我刻意所画，在凡界遭受袭击，仙衣破损。因为担心此人重返追杀，只好借假死之相隐匿行踪。竟然有人敢对你下手！不仅如此，我下界彻查仙魔大战，本该携带仙衣，却被别人动了手脚。如今这么看，削我仙衣和袭击我之人，定与当年大战有关。能够消除你的仙意，还知道你下凡的身份前去奇袭，应该是天界的上仙。你与他交过手，能回忆起他是谁吗？此人仙力雄厚，使用的天界仙法招式非常的冷僻，只是我看不出任何门路。而且那个人，他会魔界的不传之谜——傀儡术。傀儡术？难道说是魔族隐藏在我天界的奸细，并未铲除干净？上一次仙魔大战来算，应该有900年了，想必已成大祸。帝孙息怒，我与他几番交手，留有线索。既然已经回来，我定会查出此人，查明真相。对了，你的仙衣破损，这对于罹难的凡人之躯而言是灭顶之灾，凶险万分。若没有人为你调理仙力，你必当仙灵破损而亡。凡界可有人相助于你啊？助你之人，按天条当拔升仙级，赏1000年修为。之前只惜他下凡之后为你开了这条通天之路，让你回来，吾必会加赏。如有人助你，你可一并报来。眼下贼宁未除，封赏之事如果传出去的话，反为他们惹下祸端。而且那些人不在乎天界殊荣，只愿自由自在。哦，是何人如此洒脱呀？
是窒息的胞妹，颜淡以半颗汉淡之心，才令我历过死难。颜淡，之前在瑶池盛宴上上演折子戏那个颜淡，后来跳下了吴桥，你宁可碎了仙灵，也不愿忘记他的颜淡吗？他如此钟情于你，那你从始至终亦对他情深至切。从前是我不愿承认，可是如今我只想直面本心。应渊，应渊，你糊涂啊！虽然现在天界禁律稍有缓解，但是天条守戒仍是不容有情。帝尊，我有愧于他，此次返回天界，为的是尽帝君应负之责。待做完应渊该做之事，我只愿削籍下凡，只做唐宠。这万年的修为，天界帝君的尊荣，你都不要了吗？我已经在这3界做了万年的清离帝君，无喜无忧，无爱无惧。余生我只愿为自己活一次，纵然一世之缘，终不可挽回。还望帝尊成全。帝尊，我因取走帝旨，致使野兰山山崩地裂，众妖家园尽毁，还望帝尊不恩，还野兰山往日之情。野兰山本便是穷山恶水，只因帝旨一落，才化为宝地。如今物归原主，一切如旧，这是合情合理。吾如果出手干涉，那便是违背天道。可是，好了，你不用再说，万事万物抵不上你的仙命。即便你是铁了心要削籍下凡，也得等身子将养好。吾会派人继续调查之前大战之事，你不用再管了。当心点儿，这可是帝尊亲刻，甚是珍贵，千万别磕碰了。诸位仙将为何在此啊？这碑……哦，帝君下凡历难，故而不知。此乃宋英碑，盖因仙魔大战后，天界仙神凋零，帝尊深为感怀，以碑文记下此生功绩。前阵子，碑上镶嵌的宝石差强人意，我等奉命前来更换。此碑极耗人力物力，是哪位仙君提议的？并非仙君提议，乃是帝尊亲自提出。帝尊向来不喜铺张，行事从简，也并非好大喜功之人，怎会为自己树碑立传？吾乃天地之尊，灵之所长，修心救世，是为帝责。为何？帝君，小仙挂念多日，不知帝君可否安好？很好。陆明，
参见帝君。你在这儿呢？帝尊让你去寻一宗卷轴，我可是打扰你们叙话了？无碍。帝君下界数年，想临瑶池花景，只是在向我询问近日花期。帝君，5日之后会有天狗10月天象，瑶池夜旦昙花，美不胜收。帝君刚丽难而归，正宜赏花静心。好，那小仙先去当差了，告辞。天狗10月，夜旦昙花，狗蛋。陆明画中有话：真正相约之地，乃地衙的茅屋。昔日落难，他能及时赶到，如今又急忙约见，必是察觉到了暗害之人的蛛丝马迹。5日之后，亦是严旦的生辰。严旦，无论是应渊还是唐周，他从未将我们认错。在天界时，帝尊曾命我与帝君绑缚断情线，来试探我们是否相恋。红线相连，旋即断裂。从那时我便知晓，在他心中从未迷失过。后来他以身犯戒，为了救你，甘愿受刑罚。帝尊想要抹去他对你的记忆，他宁愿自碎仙灵，也不愿相忘。你跳桥后，他便再不与人对弈，离开了延续天宫，日夜守在地衙茅屋中，以繁重的天雾麻痹自己，来缓解失去你的痛苦。你们之间并非痴心错付，只是因缘际会，终难相守。若你能够醒来，也许你们……怎么了？天现穹光，乃天庭诏令，我该回去了。帝君归位，诸事待办。你身为妙法阁掌事，若迟迟不回，恐遭人劫难。可严旦，我来照料。好，等我料理完天界之事，再下来看望。先前应渊受伤，乃天界人所为，其中疑点重重，阴谋待解。此次返回天界，请务必小心。如果有任何发现，还请随时告知。妙法阁掌事芷溪拜见帝尊，芷溪奉命前往夜兰山收取神器，意外寻得应渊帝君。帝君危难，事态紧急，芷溪为帮助帝君归位，耽误了归宫时间，还请帝尊责罚。你找回了神器，又赢回了帝君，立下大功了，我为何要罚你啊？姻缘军队伍说了，芷溪仙子聪慧过人，胆识有加，赐妙法阁圣勋之印，附1000年修为，官升3等，晋升仙阶。谢帝尊恩赏。好了，起来吧。应援军队伍说，
令妹颜淡在凡界对他剜心相救，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应元君还说，他对令妹可是情深意切，你可知晓？帝尊这般问，难道是要惩罚颜淡，勾引帝君？回帝尊，帝君已然归位，颜淡却为妖神，二人身份悬殊，难以相见。且颜淡早已言明，他不愿再与帝君有任何瓜葛，此情无处安放，终将夭折，不染帝君之心。那令妹的心思可有回转的可能啊？帝尊的意思是，令妹对应渊剜心相救，而应渊呢，对令妹又是情根深重。如若他肯放下仙身下凡的话，那他跟令妹当是人人羡煞的眷侣了。帝君，颜淡醒了吗？颜淡虽没苏醒，但却已无大碍。余墨会尽心相守，请帝君放心。我还没有谢过你。颜淡如此，那都是因为我。你舍命相救的那份恩情，我定会报答。帝君，你能为了和颜淡厮守，舍下仙身吗？他现下安好。我也该回去好好查案了。希望帝君可以早日揭开真相，惩奸除恶，还九重天太平。先别乱动啊！哎，子妍，你怎么哭了？这桃树是我种的，我日日给它浇水，盼它早日开花，结出桃子。可是现在山径塌了，它也断了。哎，子妍，我有个办法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在呀，全山境只有颜淡姐姐一个人的房间尚未摧毁，这是因为山主大人用他的九气之力罩住了颜淡姐姐的房间。为了让颜淡姐姐早日醒来，山主大人还在里面没日没夜的给她输送灵力。这意味着颜淡姐姐房间窗台底下此刻灵力汇聚，十分利于草木重生。我们把她带到那边种去。好啊，走吧。野兰山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我而起。帝君，这几日的凡界传信都在这里了。本君自己查阅便可，你下去吧。我们天信观地处偏僻，分外阴寒，常年以法器火晶取暖，我已给您准备了一只。你的身份不宜在天界现身，还不速速隐去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的记忆都恢复了，那你为何没来问我，在凡界时你和颜淡的过往？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，便猜出了你隐瞒的原因。既如此，
我又何必多问？哎呀，我和天界那些道貌岸然的神仙可不同啊。我是担心你重蹈我旧主人的覆辙。不过如今看，那个小花精的确对你是情深意重。行了，你们的婚事呢，我同意了。你要是想违抗天规，我随时帮你。没有风泉谷的信，果然是被劫了。火精乃天火淬炼而成，坚硬难碎，怎会突生裂痕？司火燃的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有人动了手脚。太幽，帝君，没伤着你吧？巡守天兵向我汇报天信观走水，我便立马赶来了。南边火势甚重，我去那边搭救。帝君，这儿交给你了。太幽宫离此处甚远，他为何来得这般快？天信观的各处我已经勘察完毕，并没有发现可疑术法的痕迹。也许是火精久未更换，使用多年，暗藏隐患。此火燃得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幸亏你我二人及时赶到，将火扑灭。天信观的焚损并不严重，只是烧毁了一些书信。感谢应元君相助，使我免受失职之罚。星君不必多礼。7日未至，他手中却并无黑斑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号称练兵100年，实则连火都防不住的天界仙兵太幽草帮星君大总管吗？前仙兵总管火德元帅，还是如此威风啊！应元君，我还需要向帝尊复命，先告辞。正好，你且去问问帝尊，本帅当年当仙兵总管时，天界可曾烧过1块布，丢过1根草啊？元帅，太幽当年当真这般勤勉，100年练兵，从未休息吗？可不是嘛！美其名曰练兵为重，日日在兵场从早睡到晚，下界看巡这种苦差啊，都交给别人去做。我还以为能练出什么奇兵呢，果然是表面功夫、绣花枕头、草包一个。看来去过凡间的那位神秘人不是他，又或者太幽亦不过为人走狗，那此事可比我预料的要严重多了。当年应元君把兵书送给本帅，只求本帅布好这个房间，救下那个无赖的小仙士。可是本帅没能办成，本帅一直是心中有愧，但又不知道向谁弥补啊，只能是一直留着这个房间了。唉，这些年，天界的众位仙家以为你早已陨世，
那太幽小人是想尽了各种法子，想从本帅这里骗走那本兵书，门儿都没有。如今你回来了，这兵书也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。太幽素日带兵，只知以蛮力和法器取胜，何时竟会排兵布阵之法？谁知他打什么主意呀？当年不过魔族几剑，就吓得破了胆。此等小人，怎能领阵带兵啊？当年仙魔大战，帝尊也曾向我诉过苦，说太幽油滑自保，绝对不能委以重任。可现如今，顶替了本帅的位置啊！不对，帝尊向来言行合一，若是下过此论断，他又怎会让太幽担任军职呢？帝尊变了，天界变了，这天界已不是本帅熟悉的九重天了。一切全都变了。北冥仙君在战中被杀，帝尊在大战后撤改天界律法，我也是为查此事下凡，旋即遭袭，桩桩件件皆与当年大战有关。这大战定有问题。老元帅，你可告知我下凡历难期间，天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月空术，此法只有瞬时穿移所需，难道？子期，你为何要使用月空术？难道你还是要走吗？原来你这样想啊！既然当初选择了与你成亲，我便不会悄悄离开，除非和你一起啊。这是我为严诞生辰准备的贺礼，他喜欢四处游玩，我便在这画上施展月空术，方便他畅游人间。只是我身体刚刚恢复，这月空术又颇为耗精气，我是怕你担心我嘛，所以只能偷偷勾画。对不起，子期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但我的确不想看到你受累。你若想送此礼，这样，回宫之后，我来帮你完成。如此，那便有劳夫君了。哦，对了，于墨刚刚来信，邀请我们去野兰山，但是我想着你身体还未康复，于是我便回信说，等过些日子你身体好些了，我们再启程。不过这个礼物，我可以先派人送过去。难道于墨还是起疑，这傀儡术是我交给天界同僚的？我相信一定不是你。就算于墨他有所误会，等过几日我们去了耶兰山，给他解释清楚即可。此处阴凉，不宜久待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子期，请原谅我。我们分离了1000年之久，我如今最怕的，便是再次失去你。应元离开之时，我已经将风玄谷传信之事告知于他。他是帝君，此事一旦开始探查，很快便会有结果的。在9重天上，有众多神异，窒息的伤势必会无碍。他们2个在天界能够彼此照拂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应渊原本不愿离去，只是天界诸事待办，他也是被逼无奈才走的。现如今，你的身体已经无恙，还是告知于他吧。想必他一定会非常惦念。唐周已死，应渊跟我恩怨两清，
我们从此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要重新开始，在凡界做一只简单快乐的莲花精。你慢点儿，慢点，等会儿我。别跑！延兰山众妖以族划分，疏于往来，也不外授自家术法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就是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吧。山境虽然出了事，但各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了。想当年，我与裘西在温泉旁大战，我就一招风卷残云，再接一招金刚不坏，立马就把他打趴在地上了。厉害！你看，又在吹牛了。哪个龟孙子敢砸我啊？严大，严大，信不信我让你？怎么样？让你聊聊当年的勇士啊？严大，你醒了？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多亏了你的清玄伞，已经好很多了。那就好，我的龟壳保住了。我强行取出地址，令大家家园尽毁，可你们还这般关心我，我实在……你这话就太见外了，严大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家园，家园最重要的就是家人。只要我们都平安团圆，即使天崩地裂也无所畏惧。对，严丹姐姐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爹说了，真正的男子汉就要风餐雨露，不能太挑剔，这样露天生活正好锻炼腰力。何况一座山而已，只要你愿意嫁来我们狐族，我再给你盖10座。这个小坠子是用我的狐狸毛制成的，就当是聘礼了。真的？小紫妍，这可真漂亮啊！我的聘礼。哎，子妍，你小心点儿。哎，接着去吹牛吧。走。走啦。细查练兵册与职业记录，那夜太幽本不该在天信观附近当值，救火之事绝非偶然。如火德所言，太幽并无带兵之才。我下界数年，天界人员调动毫无章法，诸事定判也与往日不同。仙兵总管此职，可遏天界烟火，帝尊怎会出尔反尔？必是那神秘人帮他登上此位。帝君，天一们到了。有话直说，莫要拖延。帝尊亲诏，务必通体遍查帝君仙身。若帝君有何处不适，或有隐疾未除，帝尊便要革了我们的仙职啊！是啊，我等好不容易寻到帝君，实得珍惜机会，仔细诊治啊。本君仙灵稳固，周身康健，有何可查？帝君您就别嘴硬了，您灵神郁结，脉象不稳，心火过盛啊。你们回去吧，此症在心，你们医不了。帝君为了苍生，千万要保重仙身，不可讳疾忌医呀。我们奉帝尊之意，无论帝君是心病还是伤病，不让我们治一治，怎么知道治不好呢？是啊，帝君，让我们试试才知道。对，是啊。天意这般跟随纠缠，如何查案？
得寻个鲜有人知、可逆踪迹的去处。有人来访，竟如此不巧。严丹的事不能告知外人，还是下次再见他吧。你试试。邯郸灵力有疗愈之效，你现在伤好了，以后可以安心重建家园了。谢谢严丹姐姐，大家都说你妙手回春，没想到真这么神奇啊！严丹，咱们不是约好了晚上去摘芸豆吃吗？你忘了？快走吧。那严丹你……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我去采点花种，争取明日将我们山境东面的花海恢复如初。啊，那我们走了。走。一子半之差，百子生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玄清崖。回玄清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能做到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棋局终了，下棋之人易散。如今，白子归白子。黑子归黑子，无论是人或者是物，都会有它的归宿吧。燕丹，我们两度分离，7年我为你种下的莲花也都枯萎了。此处鲜有人知，这东西是何人所放？帝君既然找到了这个瓷瓶，应当是顺利归位了。小仙，先行恭贺。我刚刚在凡界救了罹难的帝君，存下此刻，是知晓帝君若回到天界，定会来问我是受何人所托，护你平安。我曾经受一位恩人挚友所托，要永远守护帝君安危，我必信守承诺。虽然我不知道帝君什么时候罹难结束，但我知若帝君回到天界，定会重返地崖，所以我将答案存在了瓷瓶中，留在此处，待帝君查阅，自有分晓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此次去凡间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总之，我去已决，
你别再劝我了。若是你不怪我任性，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替我守护应元君吧。原来陆明口中的那位挚友，一直就是你。有人诺，心头喜，两次惋惜。燕丹，我欠你这么多，要我如何偿还？这是那盏最名贵的琥珀灯，你怎么给打碎了？啊，这是琥珀灯？对，这么巧的吗？不怕，我把它修好。你还来这做什么？严兰山不欢迎你。子言，你别冲动，他毕竟还救过你姐姐呢。坏人本来就是他引来的，他还毁了我们的家，害严丹姐姐受伤。山主大人和严丹姐姐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你的妖法精进了，竟然学会打人了，怎么，日后是不是要同我较量一番呢？严兰山之所以能够风调雨顺，全凭应渊帝君的地旨庇佑。现如今，他只是取回了自己的宝物，我们也无权责怪，对吗？快回去吧，戏台上还需要这盏灯呢。走吧，子言。青离帝君大驾光临野兰山，所谓何事？为何对我如此生分？昔日的唐州，与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，现如今，你已经是应渊帝君，与我妖族形同陌路，此地便与你无任何关系。九重天寥落凄清，我不想久留。我心中的美好回忆，皆在此处。书信已至，天界已知帝君遭遇奇袭，定会派人护你左右，何来凄清可言？我没有找到结信之人。在天心观暗中查探之时，观中离奇失火，书信被焚毁，线索就已经断了。此人好生大胆，既知你已回天归位，还敢来犯？我本有怀疑的目标，可在验证之后，却发现他手上并没有黑斑。如果他不是主谋的话，岳某，这件事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得多。眼下天界阴谋待解，你应该悉心处理。缘何又到我野兰山来？今日是他的生辰，在天界时，他曾经费尽心思为我庆生，所以理应来还他一声祝贺。
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浪。芷溪一切安好，还因护主有功，升了仙阶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谢谢你为我照顾芷溪，这也是我该做的。你我如今各自安好，也算是善始善终。你走吧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当初在天上，你为我轻声驻守，如今是你的生辰，我也不会缺席。已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一天一枝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我知道你曾将沉香炉送去焚毁，可是有些缘分，天意难觅。你说沉香如戏，火光夕爱，可香炉中还存有我们之间的余温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若沉香并未消弭的话，我们是否能回到过去？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如今连余温都不剩。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，月亏一影，破镜难圆。应渊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出现裂痕了，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，你懂不懂？即便出现裂痕，我也会霹雳相护。当初在天界的时候，你最大的心愿便是三界平安。可如今，三界暗潮涌动，随时可遭灭顶之灾。你此刻不能袖手旁观，若真的大难将至，你我都会后悔终生的。燕丹，那你告诉我，成全了三界，谁又来成全你？当年，我不喜九重天上的规章严苛，不通人情，而如今，我在人间走了一遭，我才明白，正是有人为了大义，牺牲了自己，才守护了三界。